的是，在现代社会中，居然还能看到茅草屋的存在。在四川的一处深山中，我们竟然发现了一户人家，他们的房屋至今仍保留着用茅草盖成的土屋，看起来非常的有意思。茅草屋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建筑形式之一，它见证了人类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。这里呢是位于四川古蔺县的大山深处，而想要到达这个地方真的非常不容易。我们徒步了整整3个小时才到达这里，这里应该是我们见过最原始、最为独特的地方了。我不禁在想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家还会选择留居在这样的原始环境中呢？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探访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四川的古蔺县，在这个大山的深处呢，还隐居着一户人家。这里应该是我迄今为止见过最原始的一个地方了。他们的房屋到现在还是保留着最古老的民居样式茅草屋，看着非常的原始和古朴。刚才我们在上面问了当地的村民，他们说沿着河边这条路走，大概需要走1-2个小时的路程才能到达。现在我们得赶紧出发。你们看这条路特别的陡，而且呢特别的滑，它是那种沙路。这种路不亚于像雨天的泥巴路一样的滑。从航拍的视角，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地方它是不通公路的。目前呢有2条路可以走，一条是现在我们走的这条路，还有一条就是上面就是水路。我们今天选择走这条小路。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我旁边这条河了，这条河的水质真的是非常的清澈，也非常的美。这条河呢叫做赤水河，这里呢也是属于赤水河的上游。大家可能对这个赤水河不太了解啊，但是呢，我要说起国酒茅台，大家可能都知道，它的酿造水源呢都是源自于这个赤水河的河水。这边呢也是属于2省的交界处，这边呢属于四川，那边呢是属于贵州。现在我们已经走到这条河的河底了，在我们的对岸有好多人在那边钓鱼。这个河水比较湍急，他们能钓到鱼吗？这么热的天，他们难道不怕晒吗？这一段路好难走啊，一直在这个灌木丛中穿梭，身子都站不直，只能趴着走。现在开始，我们又要开始爬山了。这一路都是翻山越岭的，山路18弯，我们已经走了好几个弯了。哎呀，差一点滚下坡了。哇，把我累得够呛。
大家看这一段，它是人工开凿出来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我们的位置在慢慢的上升。现在我们还需要翻越这座山才能到达。我的妈呀！我的骨头都要散架了，走了1个多小时才走到这儿。现在我们终于要往下坡走了。下坡路的话，相对于上坡的话要轻松很多。我们终于到达这个谷底了，看底下又有一条小河，这条河叫做断江河，它是汇入赤水河的，那边就是赤水河。一路走过来呢，都是顶着这个烈日炎炎的大太阳，感觉都要中暑了。现在我们还需要淌过这条河，先把鞋袜脱了，等下打湿了。哇，这个水好冰凉呀！被这个河水一冰，瞬间头脑清醒了很多。这些石头好硌脚呀！上面的鹅卵石已经布满了青苔了，踩在上面特别的滑。我终于上来了，感觉像上酷刑一样，这个脚实在是太疼了。就是这里了，这里仿佛像是一个与世隔绝般的世外桃源。这边围了一排栅栏，里面种的是玉米。这旁边还有很多四季豆。这里有一棵非常大的柚子树。为什么我的猜测是柚子呢？你们看，上面已经结满了柚子，硕果累累。这里还有一棵花椒树。走到这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
该是一个牛圈，喂养牲口的，像那些猪啊、牛啊都可以放养在这里面。可能很多人不认识这个，这个是自动投喂器，里面是玉米籽，应该是养鸡的。果然，网购改变生活。这样的话就不用每天准时准点去投喂了。如果说它上面吃完的话，它这个会自动滤下去。大家看他们的房屋地基特别高里的，注意看它这个石头非常的光滑，这个可不是一般的石头，这个石头应该是从河里面捞出来的，这个应该是鹅卵石。这里呢也有一栋房子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也好像是猪圈或者是牛圈，里面堆了有很多柴火还有背篓，看样子已经没有使用了。这边也是放了很多农具，你看这边也是。这边放的有很多背篓和筐，这边还有一个鼓风机。哇，快看，我们终于到了！这里呢，就是主人家居住的一个地方了。来到这里真的太不容易了，你们猜我们花了多长时间？整整花了3个小时，我的天哪，我都不敢想象。这些大门都是紧闭着，这边2间是上了锁的。我怎么感觉今天主人好像不在家呢？哎，看这里，在这个门上有一个电话号码。这个号码应该是主人家特地留的，待会儿我们打电话去问一下。我们刚才给房主打了一下电话，房主呢是一位阿姨，她说她临时有事就出去了，但是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。我们来参观一下他们的房屋。他们的房屋呢主要有2种材质，一种是这种土坯房，另外一种呢就是旁边的这种木质结构的。不过他们的屋顶都是一样的，都是覆盖了一层厚厚的茅草。可能有很多人分不清茅草和稻草的区别。茅草呢，它是山上纯野生的。这一栋是土坯房，你们看它这个墙体都已经撕裂了，可能年代已经很久了。哇，这里是什么呀？甲鱼壳，不知道它这个有什么用。这里还有一个什么东西，应该是药吧。在这个门口堆了有很多葱，这个应该是我们那边叫教头，也是属于葱的一种。葱的种类有很多，比如说洋葱、小葱，然后火葱。这边有一个鼓风机，这个现在只有在农村才能见了。这个是到了丰收的季节，那些谷物啊和那些粮食，它都是需要去灰的。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其实你叫我说，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，但是呢，我知道它的作用，主要是用来晒粮食的，或者是晒谷物，什么都可以晒，万物皆可晒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栋木房子，
它这边有2栋房子，这2栋房子它的材质不一样的，一边是土坯，一边是木质的。我感觉旁边的土坯房它的年代应该要久远一点。看这个窗户都已经缺失了，都不完整了。我们来看一下里面。这里呢是一个堂屋，看里面放的有冰箱，还有电饭锅。这里面是应有尽有，看这个房梁上还挂了有很多东西，是一些谷物。它这样的作用呢，是为了防止老鼠偷吃。虽然说它这个地方交通不便，只能步行来往，但好在它是通了电的，生活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，这边有一个门，从外面的这个烟熏过的痕迹来看，这边呢应该是一个厨房。这里还有一个门，看这里有锅，一个暖水瓶，这里还有一个木箱子，这里有2口水缸，这里在这个水缸里面还是有水的。其实大家从外面的河流来看的话，可以看出它这个地方是根本不缺水的。它这个院子还不错哟，是用水泥做的硬化。我在想，它这里的交通这么不发达，它这些材料是如何运进来的？门前就是一片土地，种满了庄稼，这个是玉米，玉米还才开花，有很多地方都已经结出玉米了，但是呢，这里它才开花。前面那片也是玉米，这边这一颗是一颗黄瓜藤。这个房屋呢，它比较高，我们看不到上面的茅草。我们给大家近距离观看一下屋顶的茅草。这个茅草呢，它最开始是黄色的，然后慢慢的转变成这个黑色。在岁月的洗礼下，变得略显斑驳。哇，你看，有的已经粉碎了。正是因为这个，才显得这个房子更加的古朴有韵味。现在这种茅草屋都已经非常的少见了，真的是少之又少。包括我呢，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种茅草屋。茅草屋呢，它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一个建筑形式之一了。它见证了人类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。最开始的茅草屋出现在石器时代，不过那个时候的茅草屋真的是非常的简单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茅草屋呢，都是经过不断的改变的。这里的环境真的是太美了，我太喜欢这个地方了。你们看，在房屋的门前就是一条河，这条河的河水真的是清澈见底。在房屋的周围呢，全是被这些大山给包围着，营造出了世外桃源的感觉。你们看它这个房屋，特别的古朴和原始。我感觉来到这里之后呢，有种回归自然，有种返璞归真的感觉。我在想，最开始的农村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吧。我感觉这个地方不止我一个人向往，肯定有很多人向往。很可惜啊，今天来的时候房主没在家。如果说有机会的话，我下次还会来的，当然要等到房主在家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